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视频。今天咱们来聊一聊 Insta360和斯莫格联手设计的叫 Insta360X3 的 Unity Frame。Unity Frame 呢，顾名思义就是翻译成中文就叫兔笼。那么它的这个设计的那个语言设计的方法，应该说和 Insta360 One X2 他们的那个当时的那个兔笼设计啊，基本上是如出一辙，采用了相同的理念。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来分析一下这个兔笼的设计，以及我个人觉得这个兔笼设计上，应该在将来怎么去改进，好吧？那么它从包装上看的话呢，有一条很小的字，如果你不仔细看的话，很可能是看不到的。那么这里有一行字，就在这个彩色的印这个黑色的这个品牌的这个照片的下面，有一个叫 Actual product may vary due to product enhancement， 就是如果产品特性有所升级的话，恕不另行通知。所以它这段话似有深意，就是可能意味着，如果像设计师之类的看到咱们的视频，有一些改进内容在这个后续的批次里面进行改进的时候，那么斯莫格和 Insta360可能都不会告诉大家的。这里我个人提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就是像这个 Insta360X3 像这行字，那么包括像这个 For Insta360X3 这些字体，不应该再用这个 Times New Roman 了，那么应该是用一些更有设计感的字体，或者干脆就和 Insta360X3 的这个字体最好能保持一致。那么这样的话呢，整个的这个血统的纯正性啊就比较强。这个是咱们作为一个强迫症玩家来说的一点小小的这个苛求吧。那么这个扩展框一个 Folding Fingers 有一个折叠短插，实际就是那个折叠式的 GoPro 接口。Silicon Lens Cap 有一个硅胶镜头盖，还有一个 Allen Wrench 是6角的扳手。这个扳手呢是用来去装配 Folding Finger 的，它是 X3 的保护的一个金属边框，它带有冷靴，有折叠式 GoPro 接口，有标准的英制1/4-20的螺纹孔，那么以及它对于这摄影配件有很强的这个通用性。第三个呢，就是叫 Easy Locking via Thumb Screw， 在手拧螺丝的方式，就可以很好的把边框固定紧。Built-in cushions prevent scratches， 就是它内部有一些硅胶的沉淀，那么很好保护相机边框不被刮伤。Protective silicone lens cap 有一个保护性的，那么这个硅胶的这个保护镜头保护盖，因为加上这个兔笼边框之后呢，整个相机会变大啊，原来的这个镜头保护盖就已经不再适用了。那么打开上面这个塑料的透明盖板之后呢，就是里面的庐山真面目了。这就是 Allen Wrench， 就是这个6角扳手，它的作用就是为了去旋转拧紧这个拓展配件的。这个拓展配件呢，就可以把2个螺丝孔转换成一个 GoPro 的这个接口。兔笼本体在这里拿出来就可以了。上面的盖的就是这个叫 Silicon Lens Cap， 就硅胶镜头盖。那么咱们还是从小到大的去说啊，这个6角扳手，这个没什么好提的。拓展边框目的呢，其实是为了在这一侧把它拓展出 GoPro 接口。然后硅胶镜头保护框，这个设计呢有一些地方很有意思，它带有上面是顶部带限位的，所以呢，它在安装的时候整体上是很好的。你只要按到底，它对镜头保护一定是非常好的。就是它不是贯穿式，它是带这个边框的，带这个顶部的限位的，所以这个硅胶镜头保护框的设计呢，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然后这是这个边框整体的设计，这个兔笼的边框呢非常的轻，就拿在手里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的重量。那它的设计呢和 One X2 设计如出一辙。这里咱们把 X3 拿出来，那么原配的这个镜头保护框啊就没法再用了，后面要用这个。那么两个材质是一样的，那么这个整体的厚度上来看的话，官方这个呢更厚更硬一些，而这个 Small Rig 的这个呢就更精致，那么这个保护的精确度也更高一些。这是这个 X3 的这个大的整体的面貌啊，这是这个大屏幕边框，那么整个底部1/4螺丝孔。那么在装边框的时候呢，有一点设计是比较好的，因为 X3 它是一个完全对称式的设计，包括这个边框的设计也是完全对称的，左右镂空的位置、加强筋的位置都是完全一样的，所以它可以支持正反式的这个双侧安装。我们首先还是看看这个兔笼设计的一些细节吧。那么我们从下往上看啊，下面就是这个叫折叠式的 GoPro 1/4的这个边框，看它是折叠式的。那么它同样的在这个底部边框嵌了2个非常小的磁铁，这个磁铁呢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去吸附这个折叠式的 GoPro 接口，所以这是一个一举两得的双用的一个兔笼底座的设计。那么底部就是标准1/4，两侧就是这个折叠式 GoPro 接口，而且呢这个整体设计很薄，
磁吸式的设计呢也比较稳定。Insta360的 logo， 另外一侧 SmallRig logo， 所以这是联名的设计，而且这个 logo 的字体和官方的字体都是一模一样的。再往下就是这个底部的叫 Protection Cushion， 就是这一侧和这一侧，就是为了保护相机的这一侧和这一侧，保护这个位置不被弄伤，因为这个位置呢是塑胶和金属的长期呢去碰撞的话呢，还是容易留下伤痕的。那么有这个保护之后，整体的感觉就会非常好。然后再往上，就这里这一侧和这一侧各是一个冷穴位，但是这个冷穴位呢和传统冷穴位的不同在于，它还带了2个螺丝孔以及2个限位的这个靠销的位置，所以呢它可以通过这个结构件去把这块扩展出一个 GoPro 接口，这大家一看就明白了啊。然后呢这个结构件呢它的螺丝还是防脱的螺丝，所以这个细节设计呢我个人还是挺打动我的，就是这个是一个防脱出螺丝，它是怎么实现的呢？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沉头的M2.5 的六角螺丝，把中间的一部分螺纹给它打掉，那么它就是一个防脱螺丝了。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防脱螺丝的一个设计的结构。它这个配件也有专门代号叫 V86， 不知道为什么叫这个代号啊，但它有这么一个标志。上面2个抗销就是要保证这个位置锁紧的位置是比较牢固的，是这样一个设计。这2个沉头螺丝拧紧之后，那么你就可以通过这个位置去接近自拍杆了，就把 X3 当成一个 vlog 相机，就是把这个屏当成一个横屏，然后去拍摄。只不过这个支撑的位置呢，我个人觉得呢稍微有点遗憾，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相机这么装的时候，这个镜头是朝最右侧的，屏幕是在这一侧的，所以如果说你只看屏幕的时候，那么在镜头拍到的你的视线有可能是没有在看镜头的，所以这个支撑位置如果能够挪在中间的话，我个人觉得会更加完美一些，而且在中间的位置也是 X3 的这个重心比较靠近中间的位置，所以这样呢握持的手感会更好。如果是靠一侧握持的话呢，整体呢就会有这个头重脚轻的感觉，其实握持起来是比较费力的。好，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侧的设计也是一模一样的。那么顶部的话呢是靠这一侧的开口，就是一个贯穿式的设计，手拧螺丝就在这里。手拧螺丝的这里呢不仅有螺丝孔，同样也有2个靠销，就是让这个固定是比较的稳固的，一体性会更好，然后精度也更高。那么它是左右对称式的设计，所以呢 X3 呢可以从这个方向装入，也可以反方向装入，所以这是不区分任何的方向的。那么在装上去的时候，过程大家看它这个 X3 是掉不出来的，这是因为它的这个边框的设计的精度很高，它内部是带有弧面的，这个弧面呢和这 X3 的这个侧面的弧面是能够很好的吻合的，所以 X3 呢直接从上往下塞进去的时候它是掉不出来的。这个就是原装机身的这个 3D 文件做开模处理之后所形成的这样一种结构。那再把顶部拧紧之后，那我们 X3 就紧紧的被扣在这个兔笼里面了。那这个兔笼装上之后呢是完全隐形的设计。那么是怎么做到完全隐形的呢？实际上大家再注意看这个兔笼的细节，它的这个兔笼的厚度整体会比 X3 要稍微薄一些，这样的话先天呢它就在这个接缝里面。那么再一个就是在兔笼2侧的这个位置，实际上是有这个倒角的。那么这个倒角会让这个金属片它是这个整体的包边的这个宽度是由宽到窄的，那么它也和这个接缝的分布是一致的。所以通过这2种方向的这个设计呢，共同完成，就让这个 X3 的这个兔笼它是一个完全隐形的存在。就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因为它做的比这个机身要薄，那么同时呢弧面有贴合，所以对于相机还有一个防脱的效果。所以这个锁紧之后，相机是完全不会因为意外掉出来的，因为它的内衬是弧面，是经过真机的这个3D 的模型做开模。然后呢这个硅胶的镜头盖往上装的时候，就直接往里摁就行了。当这个衬垫到位的时候，那么对相机镜头也刚好形成了一个绝佳的防护。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整个相机就非常的强壮了，一个是抗摔、抗跌落，同时它的这个扩展性会比以前更强。当然代价是它会增加一点点的重量。好，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再看看这个兔笼设计上还有一些很好的细节。你比如说第一个就是它对于整个的这4个麦克风是完全躲避开的，也不说前后，只说左右，这个开槽和这个开槽，那么刚好可以把左右2颗10音麦克风给打开。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左右2侧这个横梁的位置，那么这里刚好下面是开机键和 Quick Shot 这个按键，刚好不遮挡，上面是扬声器，你加上这个底部的排水孔也是完好不遮挡，这些设计都非常巧妙。这一侧的
Type C 的充电口也是刚好不遮挡。实际上这个 Type C 接口啊和这个扬声器的位置，它在空间上是对称的。其实 X3 这次设计上很多的细节都是一个对称式设计。那么美中不足的一点就是说，这个电池因为这个扩展孔的原因，这个电池就拆不下来了。所以呢，这是带上这个兔笼之后，那么应该说唯一的遗憾就是你的电池是不可拆卸的了。如果你想更换电池，就需要整体的把相机拿出来之后再进行这个电池的更换，否则你就需要用这个边拍边充的这个方案了。那当然除此之外呢，这个结构的设计同样是不影响闪传伴侣的这个安装的。我们来看一看，你比如说你如果想接这个麦克风转换器，拿掉这些配件的设计，那依然是不影响的。我们来看看，这些配件的设计是不影响的。那么麦克风的转换器不影响，那么闪传伴侣也是同样的是不影响的。只不过如果你还想用那个完全隐形的罗德 Wireless Go 的方案的话，那么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因为现在这个相机的底部呢，它这个半径已经变大了。如果你还想用 PT20 那个冷却的方案，目前就不可行了。所以呢，你可能是需要借助一些特殊的手段去最后去实现一个隐藏式的麦克风。但这两个底部的话，如果横置当 Vlog 相机接这个麦克风或者是接补光灯的话，那么这两个扩展位，我个人认为还是有存在的价值的。但是绝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我们并用不到这两个冷靴，反倒是如果是在这个顶部还有一个外冷靴的话，那么这个会让我们在拍摄全景视频的时候有更多创意的空间。所以这块的话，如果后期这个兔笼设计能够进一步改良的话，我相信啊，这个结合咱们实际创作的需求，应该说这个兔笼设计还有很多可以完善和提高的地方。那以上就是关于这个斯莫格和Insta360联手设计这个兔笼的一个全部介绍了。那么咱们从这个整个的设计的大面的这个样子，还有它的设计细节，应该说给大家进行了一个比较深刻的讲解。应该说代表咱们整个用户的这个需求啊，应该说咱们重新审视了X3 身上应该怎么去做兔笼生态的这个设计。实际上我们是不能够按照传统的Insta360 X2 的这个思路再去设计 X3 的兔笼了，因为 X3 的相机的使用模式相较于 X2 来说已经变化了很多，尤其是 X3 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单镜头模式，就让它可以比肩传统的运动相机，它同时还是一个很好的全景相机。就这一点特性来说，我们在设计 X3 的兔笼的时候，就需要兼顾这两种不同的场景。第一个就是全景的拍摄场景，第二就是这个单镜头的这个拍摄场景。所以在这两种场景之下，如果我们都想对于相机有一个是好的保护、好的扩展，还有一个好的握持的话，实际上我个人觉得在这个兔笼身上，那么如果我们可以把一侧冷靴向中间去移，那么在这一侧去集中的时候，这个握持的感觉会更好。那么再一个就是顶部的话，考虑额外加一个冷靴，那样的话呢，这个如果是咱们作为 Vlog 相机去自拍的时候，不管是加补光灯还是加麦克风，那么都比较合适。那么第三个就是说，为这个兔笼单独去增加这个完全隐藏式的无线麦克风的这个收音的方案，这个就是PT-220的那个配件，目前和这个兔笼是无法共存的。所以呢，如何共存这个事情，也是值得兔笼设计者应该认真思考的一件事情。那以上就是本期视频关于这个Smog 的Frame 的这个全部介绍了。如果觉得还不错，千万不要忘了点赞、转发3连。咱们呢下期视频再见。